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赵今麦清冷大片惹争议，撕碎元气少女滤镜，不讨好观众的她有多敢？在一堆甜妹元气少女的滤镜里，我觉得吧，这组 King Folk 大片算是把赵今麦往出拽了一把，往那一站，像从校园里请了个高冷实验室助理出来拍片。谁家小孩拿鱼骨当艺术品看得这么认真啊？说实话，我刚看到那张浅蓝无袖衬衫配灰吊蓬蓬短裙的造型，还以为是哪家小众服装品牌的画册，后背系带那块儿挺有意思，线条勾得不急不躁，就是那种不太讨好镜头，也不太讨好大众审美的克制劲儿。玻璃台面底下那层浅水波一出，整个人就有点离得3厘米的感觉。他手里捏着个小贝壳，抬眼盯着鱼骨标本看，那画面我当时一暂停，心说这小孩拍的事实上还是生态课堂粉调晚霞那块背景布，看着像小时候美术教室墙上贴的那种水粉习作，只不过这回灯光师挺上心，柔光一打，把脸上那点青涩给糊匀了，留下的是干净又有点疏离的眉眼。我就纳闷了，以前一说赵今麦，弹幕里不都是元气学生气邻家小妹这类词儿吗？结果这组片子里，她像是从教室后门溜出去，顺手把窗户都关上了。那个熟悉的吵闹气儿被压住，只剩下一点凉凉的安静。画面再一转，红墙那个场景，整个人气质又拧了个弯，背景红的巨猛，那种带点老胡同院墙气质的红，可不土，挺狠，毛茸茸的复古皮帽一扣，头发裹得严实，宽松白裙垂下来，布料不是那种礼服味儿，而是有点像老电影里女主睡裙被硬生生拉出来见客。她赤脚踩在水边，脚背那块线条挺利落，冷白皮肤对着那堵红墙，就是典型的视觉对冲，安安静静垂着眼，脸上没堆什么表情，也没端着那种我在拍大片的镜头，反倒有点像刚从梦里出来，还没缓过来。话说回来，这种慵懒带点破碎感的东西，我老实讲，在国产女明星写真里不多见。大家不都爱那种要么笑得合不拢嘴，要么精修到下巴能当齿儿用的那种美图吗？这回 King Folk 整这一套，水波、贝壳、鲜花反复出现，等于是在提醒你，别光看脸，看氛围。你看啊，从浅蓝无袖衬衫到纯白吊带长裙，整个系列服装其实非常收，没啥大牌 logo 往脸上贴，也没堆一堆配饰抢戏，妆发简单到甚至有点过分，睫毛也不刻意刷出存在感，口红是那种一擦再抿就掉一半的颜色。这种克制，在现在这种恨不得在照片里长出滤镜的时代，反倒挺冒险。而危险在哪呢？就是一旦人本身气质撑不住，画面立马垮掉，变成某艺术院校毕业设计作业。说白了，这种极简光影和造型，是对演员脸和眼神的考试题，交卷好不好看，全看他能不能把空填满。知情摄影圈的人跟我说，这组片子现场布景其实很干净，水池、玻璃台面、花束都不复杂，重心在灯光和距离上。King Folk 本来就偏生活感、气氛感，不爱那种又油又贵的质感。这次找赵今麦，就是看中她那股还没被完全商品化的状态。说到底，这姑娘的履历大家都熟，童星出道，小学就上镜，后来少年派开端一档一档，观众看着长大的那种。问题是，中国观众对看着长大的女孩有个习惯，爱一直把人锁在学生时代，谁要一转身变得有点疏离，有点冷淡，评论区立马开始喊我还是更喜欢以前的她。这回照片一出，我刷评论，发现也挺有意思，有人说太瘦了，看着心疼，有人说看不出是她不习惯她不笑的样子，还有人夸把少女感拍出了冷感美。
你说矛盾不矛盾？大家一边喊要看多面女演员，一边又不太愿意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心理模板。我觉得吧，这就是咱现在对女演员有点双标的地方。男演员只要不塌房，胖点瘦点都能说是状态松弛，女演员稍微换个风格，就有人盯着体重，盯着皮肤，盯着眼神里的那点疲惫，非得扣个压垮了过度疲惫的标签，有点累。而时尚这玩意儿，本质就是一个不断重塑看的过程，不是让人永远在一个角色里打转。赵今麦过去2年，戏路明显在往外拓，剧里角色从单纯的小姑娘往复杂一点的人性走。照片里要是还一味甜美元气，那才叫业务停滞。说实话，我看这组片子的时候，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她好美，而是这姑娘开始敢不好惹了。你仔细看，她在镜头里其实有一种不迎合的劲儿，比如那种带点发呆的凝视，以及嘴角不往上扬的倔强，不是那种被导演喊着来笑一个的笑，而是一种我看着你，但我不一定解释自己的距离。反正对于一个20出头的女演员来说，这种距离感挺重要，尤其在内娱这种拉近距离已经快成了职业要求的环境里，谁都在拍 vlog、上综艺、开直播，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块透明玻璃，动不动就我好真实，我很接地气。观众当然会觉得亲切，可问题是，演员一旦把生活和人格过度端出来，角色空间就被挤压。Kinfolk 这组大片，在我看来，是他第一次认真把那层玻璃往回收一点。告诉你，我也是可以冷的，可以安静的，可以不跟你讲一堆日常废话，只留一个感受给你去猜。这种东西啊，对演员来说是风险，对观众来讲是适应期。圈内朋友跟我提过一点，挺值得琢磨。之前有不少女演员，一旦接了几部校园剧、亲子剧，形象就牢牢锁在乖懂事、有点憨的轨道上，几年以后想往外走，往往要靠一部尺度更大的电影，或者一个极端角色来破相，代价挺高。而赵今麦现在用时尚杂志做尝试，风险小多了，也温和得多。而这组片子另一个好玩的地方，是他用的意象特别统一，水、贝壳、鲜花。你想啊，这不就是一个成长隐喻组合吗？水是流动，是不确定；贝壳是保护，是慢慢长出来的小房子；花是短暂绽放。这仨摆一块儿，观众未必当场能读懂，但潜意识里会觉得这姑娘好像正卡在一个壳还没完全退，花也刚要开的节点。我真是醉了，有时候咱对这种隐喻过敏，一看到就说矫情装，可回过头看看，现在多少画报里连个像样的隐喻都懒得用，全靠滤镜和修图堆。至少人家在讲一个情绪上的故事，而不是只拍个脸交差。而且你看那几张她坐在水边，手里捧花的照片，姿势并不讲究所谓女团标准姿态，腿也不是非要瘦到像2根棍儿，她有点松，甚至带点没站直的懒。这种不完美，在镜头里反而增加了真实感，有点像咱日常在公园里看到的小姑娘坐在池边玩水，只不过灯光、服装和取景换成了杂志规格。话说回来，我倒挺想替她问一句，为啥女明星稍微露出一点疲倦、冷静，甚至不讨好，就总有人紧张兮兮地问你是不是不开心，是不是状态不好？别人不过是在给情绪留空间，咱就别老盯着那点阳光开朗大女孩的刻板设定不撒手。对我这样老媒体人来说，看这组 Kinfolk 大片，我最在意的不是这姑娘美不美，而是她敢不敢和公众预期较劲一点。在这个人设经济横飞的年代，一个靠作品被记住的人，要想不被人设绑死，很难。赵今麦现在做的这些小小偏离，说白了，就是在给自己往后多留一点弹性。也有人会说，
这不就是一组时尚杂志？至于解读这么多吗？我只能说，演艺圈这种地方，任何公开呈现的画面都是他们职业轨迹的一部分。尤其是对20岁左右的演员，这些影像比采访稿还诚实。因为嘴上说我想突破太容易，光影里的那点犹豫、那点倔、那点不孝才是最真。我也不想把它夸成什么国民气质偶像、时尚新标杆，这些词儿说多了就没味儿了。只能说，这组片子让我看到一个从童星走来的女孩，开始学会和镜头谈条件，而不是被镜头牵着鼻子走。这点上挺北京小孩的，有礼貌但不卑躬屈膝，有距离但不拿架子。说到底嘛，观众想不想接受一个可盐可柔、可冷可暖的赵今麦，是大家自己的选择。我只是觉得，在这个谁都爱给别人贴标签的时代，偶尔遇到一个愿意把标签撕碎、扔进水里，看着它慢慢飘开的年轻人，挺难得的，也算给这滩娱乐江湖加了一点不那么油的清凉。至于未来他会不会彻底摆脱元气少女那点影子，谁知道呗？人还在长，可也在变。照片只是一个瞬间，真要说一句狠点儿的，别把它定在你心里的那张学生证照片上，人家早就从教室走出来了，就差你从屏幕前抬头认一眼了。